银河系深处并不只有恒星和星云，还藏着一批缩小版黑洞灯塔。先在评论区打出开睡，今晚从一张深空照片出发，走进微类星体 SS433。如果你看过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拍下的深空照片，第一眼往往会被那些闪着尖角的星点吸引，它们像夜里路灯外面散开的光芒，四周有整齐的衍射尖峰，看起来很近、很亮，也很熟悉。那些星点大多是我们银河系里的恒星，它们离我们相对更近，所以能在画面里留下清楚的光点。可如果你再把视线放到更远处，就会发现另一类东西，它们不像星星那样尖锐，而是一团团柔和的光斑，有的像椭圆，有的像漩涡，有的只是淡淡一抹。那些不是单颗恒星，而是一整个星系。每一个这样的模糊光斑里，都可能装着几百亿、上千亿颗恒星。它们离我们太远了，远到里面的单颗恒星几乎无法被分开，只能合成一片微弱的光。这就是深空照片最奇妙的地方。近处的星星是我们银河系自己的邻居，远处的光斑却是一个个独立的宇宙岛。通常来说，我们看不清那些遥远星系里的单个天体，因为距离太夸张，所有光都会混在一起。可宇宙里偏偏有一种例外，它亮到可以从几十亿光年之外被认出来，亮到能压过自己所在星系里无数恒星的总光芒。它就是类星体。类星体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颗奇怪的星，事实上它最早也确实把天文学家骗了一下。20世纪50年代，人类开始系统地用射电望远镜观察天空。以前我们主要靠可见光看宇宙，就像白天用眼睛看街道，射电观测则像给天文学家戴上一副特殊夜视镜，让他们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电磁波。一开始，科学家看到的并不太离谱，很多能发出可见光的星系也会发出射电波。可后来，他们在天空里发现了一批奇怪的射电源，这些东西在无线电波段非常明亮，可在可见光里却很小、很暗，甚至像一个点。它们不像普通星系，因为星系通常会在望远镜里铺展开来。它们也不像普通恒星，因为恒星一般不会释放那么强的射电信号。于是天文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有点拗口的名字，叫准恒星射电源。意思很直白，看起来像恒星，但不是恒星，而且会发出强烈射电波。后来这个名字被缩短成 Quasar， 中文叫类星体。这个名字保留了早期的误会，也保留了科学发现最有意思的一面。我们先看到现象，再慢慢意识到它背后藏着完全不同的物理机制。那个年代的天文学有点像在一张旧地图上突然发现一串没有标注的灯，它们的位置可以被射电望远镜捕捉到，可当科学家用光学望远镜去找对应目标时，却只看到很暗很小的点。直到更精确的光谱观测出现，谜底才开始松动。那些光谱线被拉得很远，说明它们正在以极高速度远离我们，也意味着它们距离地球极其遥远。既然这么远还这么亮，它们的真实能量就不可能来自普通恒星。类星体真正的答案并不是一颗巨大的恒星，也不是某种神秘灯泡，而是星系中心正在猛烈进食的超大质量黑洞。黑洞本身不发光，但黑洞周围的物质会发光。当气体、尘埃、恒星残骸被黑洞引力抓住，它们不会像石头落地一样笔直掉进去，而是会绕着黑洞高速旋转，形成一圈极热极亮的吸积盘。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被越搅越快的巨大漩涡，越靠近中心，物质运动越快，摩擦越强，温度越高。大量引力势能被转化成光 X 射线，
紫外线和其他高能辐射。某些情况下，吸积盘附近的强磁场还会把一部分带电粒子整理成两束喷流，沿着黑洞自转轴的方向冲向太空，速度接近光速。这样一来，一个星系中心本来很小的区域，就能释放出比整个星系还耀眼的能量。真正意义上的类星体通常是遥远星系中心的活动星系核，它背后需要一个质量达到太阳几百万倍、几亿倍，甚至几十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我们看到它们时，往往是在看宇宙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光走了很久很久才到达地球。那些耀眼的类星体也像是宇宙早年的灯塔。这也是为什么类星体听上去像一个天体，本质上却更像一个状态。不是每个星系中心有超大质量黑洞就一定会成为类星体。黑洞要有足够多的物质可吃，周围气体要持续落入吸积盘，磁场和喷流结构也要活跃。只有当这台发动机被推到极高功率，星系中心才会变成我们所说的类星体。等燃料减少，活动变弱，它又可能退回普通活动星系核，甚至变得相当安静。问题来了，银河系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叫人马座 A 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位置就在银河系中心附近。既然类星体和超大质量黑洞有关，那我们的银河系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类星体？答案是，人马座 A 星现在太安静了。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活动，但跟真正的类星体相比，它周围能被吞噬的物质太少，吸积盘太暗，释放的能量也远远不够。它更像一口已经很久没有大火翻滚的炉子，里面还有热度，却没有把整片天空照亮的烈焰。这对地球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如果银河系中心现在真的爆发成一个近距离类星体，高能辐射可能会对星系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我们站在银河系里，离中心大约26000光年，并不算贴脸，但也绝不是几十亿光年那种安全距离。好在今天的人马座 A 星整体平静，银河系没有被一个耀眼的中心喷流统治。但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里，银河系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类星体，却存在一类缩小版的类星体实验室。它们没有超大质量黑洞那么庞大，没有远方类星体那么耀眼，却能做出非常相似的事情：吸积物质，形成盘，发出高能辐射，甚至喷出接近光速的喷流。天文学家把它们叫做微类星体。微类星体不是小号星系核，而是银河系内部的双星系统。它的核心通常是一颗恒星级黑洞，或者一颗中子星，旁边还有一颗正常恒星作为伴星。两者互相绕转时，致密天体会从伴星身上拨走气体，被拨走的物质落向黑洞或中子星之前，也会先形成一个高温吸积盘。只要条件合适，这个系统也能向外打出两束喷流。这里有一个尺度差异特别关键，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可以是太阳的几百万倍到几十亿倍，而恒星级黑洞通常只有太阳质量的几倍到几十倍。它们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东西。可引力、磁场、吸积盘、喷流这些物理规律并不会因为黑洞变小就完全换一套规则。尺寸变小以后，过程变快，亮度变低，但核心动作很像，吃进物质，把一部分能量转成辐射，再把一部分粒子沿两极喷出去。所以标题里所谓银河系发现类星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银河系里有微类星体。它们不是宇宙深处那种由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正派类星体，而是同一套物理过程的缩小版。正因为缩小了，也正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银河系里，它们反而更适合被仔细研究。
遥远类星体太亮、太远、太大，很多变化要跨越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微类星体离我们更近，尺度更小，变化也更快，像是把黑洞喷流的宏大物理缩进了一个可观察的天文模型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 SS433， 这个名字听上去一点也不浪漫，像一本目录里的编号。事实上，它最早也确实来自天文学家的恒星目录，是 Stephenson 和 Sandulik 编制目录中的一个条目。可这个普通编号背后，藏着银河系里最怪异也最重要的双星系统之一。SS433 位于天鹰座方向，距离地球大约18000光年。它坐落在一个叫 W50 的超新星遗迹中心附近。这个遗迹的形状很特殊，被 SS433 的喷流长期推挤、拉伸，后来有了一个形象的昵称，叫海牛星云。如果你把多波段图像叠在一起看，会看到射电、红外、X 射线一起勾勒出一团被喷流扭曲的残骸。中心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圆头就是 SS433。18000光年听起来很远，但在研究类星体这件事上，它已经算近得夸张。真正的类星体往往在数十亿光年之外，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发来的极遥远光信号。SS433 仍然在银河系里，和那些深空类星体相比，距离缩短了几十万倍甚至更多。正因为近，望远镜才能把它周围的喷流结构、超新星遗迹形状和不同波段辐射分开研究，而不是只看到一个遥远的亮点。SS433 的核心是一个致密天体和一颗大质量伴星组成的双星系统。很多研究认为，这个致密天体很可能是一颗恒星级黑洞，也可能涉及中子星的讨论。在科普口径里，我们通常把它理解成一个正在吞食伴星物质的黑洞系统。伴星把气体送向黑洞，气体形成吸积盘，吸积盘附近的磁场与旋转结构又把一部分物质抛出去，形成成对喷流。这两束喷流非常惊人，它们从中心向相反方向射出，速度大约是光速的1/4，也就是每秒大约7万多公里。这个速度已经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地球赤道一圈大约4万公里，而 SS433 喷流里的物质1秒钟就能跑过接近2圈地球赤道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些喷流不是普通气体慢慢飘出去，而是被黑洞附近的极端环境甩进太空。带电粒子沿着磁场线运动，磁场像看不见的轨道，把原本混乱的等离子体整理成狭窄的束流。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到粒子本身，却能看到它们在磁场里释放的辐射，也能通过光谱、亮度和位置变化反推出喷流的速度与方向。更特殊的是， SS433 的喷流并不是笔直不变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它们会进动，就像一个正在旋转的陀螺轴线，会慢慢画圈。这个进动周期大约是162天。于是，它喷出的物质在太空中留下了螺旋一样的结构，也把周围的超新星遗迹慢慢雕刻成异常拉长的形状。在观测里， SS433 的喷流可以分成不同尺度，靠近中心的内喷流只延伸几光年左右就会变暗，再往外，离中心大约75到100光年的区域，喷流又会重新变亮，并继续延伸出大约数百光年的结构。这个现象很反常，为什么喷流离开黑洞之后，走了一段路，反而在远处亮起来？它在中途经历了什么？那些远处的高能光子又是怎么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看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电磁波里能量极高的一类光子。普通恒星表面温度不够，
正常热辐射很难产生这么高能的伽马射线，可 SS433 的外层喷流里却能探测到很强的高能伽马射线。这说明那里不只是热，而是存在某种强力粒子加速机制。这里的高能不是夸张形容，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见光光子能量通常只有几个电子伏特，而这些伽马射线可以达到万亿电子伏特，也就是万亿电子伏特量级。一个光子的能量就比可见光光子高出万亿级别。对人类来说，这种光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要靠专门的高能天文设备从大气里产生的粒子雨或空间探测器记录里一点点还原。近年的 HESS 观测给了关键线索，科学家发现 SS433 喷流里的伽马射线位置会随能量改变，能量最高的伽马射线主要来自外层喷流靠近起点的区域，能量较低的伽马射线则出现在喷流更远的地方。这个分布非常重要，因为它像一条能量路线图，告诉我们电子在喷流中一边前进，一边失去能量。换成更直观的话说，如果喷流是一条从中心开出去的高速公路，那么最高能的伽马射线更像出现在刚进入高速的路段，那里粒子刚被强烈加速，能量最足。越往远处走，电子不断和周围光子、磁场环境发生作用，能量逐渐被消耗，于是对应的伽马射线也变得低一些。这个能量和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正是科学家判断加速区域的证据之一。目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逆康普顿散射，简单说，就是高速电子撞上低能光子，把自己的一部分能量交给光子，原本能量较低的光子被电子一推，能量就被抬高，变成高能伽马射线。这样一来，我们测到的伽马射线其实就是在间接观察那些被加速到极高能量的电子。这就像在黑暗的河里看不见水流本身，但能看见被水流带起来的漂浮物。伽马射线就是那些被带起来的光。它告诉我们 SS433 的喷流里有一群电子能量高得惊人，而且它们不是在中心附近一次性完成所有加速，而是在远离黑洞的喷流区域继续经历新的加速过程。更进一步的模型显示，喷流在外层区域可能遭遇了激波，你可以把激波想成高速气流里的突然拥堵，也像海浪在某个位置猛地翻起。带电粒子穿过激波前沿时，会被磁场和流体结构反复推一把。一次推力也许不够夸张，但如果粒子在激波附近来回穿梭，就会一次又一次获得能量。这个过程叫扩散激波加速。这个机制听起来抽象，其实在宇宙里很常见。超新星爆炸的冲击波、星际气体里的高速碰撞、黑洞喷流和周围介质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制造类似环境。粒子不是被一只手直接扔出去，而是在混乱磁场和激波之间反复散射，每一次都拿到一点能量。次数足够多以后，普通电子就能被推到非常极端的能量范围。这也是宇宙里非常重要的加速机制。很多高能宇宙射线可能都和类似过程有关。在 SS433 里，电子原本随喷流以接近光速1/4的速度被抛出，到了外层喷流区域，经过激波和磁场作用，部分电子的速度可以接近光速，能量被放大到足以产生万亿电子伏特级别的伽马射线。HESS 的观测中，部分伽马射线能量超过10万亿电子伏特，远高于普通可见光光子的能量。这就让 SS433 变成了一座近距离黑洞喷流实验室。遥远类星体的喷流可以延伸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光年，背后是超大质量黑洞和整个星系环境的互动。
SS433的尺度小得多，可它的物理过程非常相似。吸积盘、磁场、喷流、激波、粒子加速、高能辐射，全都在这个系统里出现。换句话说，我们不用真的飞到几十亿光年外，也能在银河系内部观察一套类星体同款的发动机。它没有大类星体那么恐怖，也不会把地球暴露在近距离类星体的强辐射下，却把关键过程摆在了更容易观测的位置。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几乎像是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台缩小版宇宙发动机。当然，微类星体并不多见，银河系里应该有大量恒星级黑洞，也有许多双星系统，但要形成稳定可观测的吸积盘和强喷流，需要非常合适的条件。伴星要提供物质，致密天体要能吸积，磁场结构要能组织喷流，方向和亮度还要允许我们探测到。所以，真正被确认并深入研究的微类星体数量并不算多， SS433才显得格外珍贵。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它把不同波段的观测串在了一起。射电波能看见超新星遗迹的整体形状，红外能勾勒尘埃和冷物质， X 射线能追踪高能电子和喷流细节，伽马射线则把最极端的粒子加速暴露出来。每一种波段都像一层滤镜，单独看只是一部分，叠在一起才会显出这台黑洞机器的轮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天文学不只是在拍漂亮照片，一张多波段图像背后往往包含不同望远镜、不同能量范围和不同物理过程。我们看到的颜色很多时候不是肉眼颜色，而是科学家把不可见的射电、红外、X 射线或伽马射线转化成可视化结果。它们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让人类理解那些眼睛本来无法感知的宇宙信号。所以，当我们说看见 SS433的喷流，并不是像看见一束手电筒光那样简单。射电告诉我们冷一些、范围更大的结构在哪里， X 射线告诉我们哪里有高能电子，伽马射线则把最猛烈的加速区域标出来。不同波段像不同科室的检查报告，合在一起才能判断这台黑洞发动机到底怎样运转。从这个角度看， SS433像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它让我们明白类星体并不是长得像星星的星星，而是黑洞吸积和喷流把宇宙点亮的结果。它也让我们明白，同一种物理规律可以跨越巨大尺度。在遥远星系中心，它表现为压过整个星系的类星体；在银河系内部，它表现为一个双星系统里的微类星体。如果把宇宙想成一座城市，类星体就是远方高楼顶上的巨大探照灯，隔着很远也能刺破夜色；微类星体则像街角的一盏高压灯，规模小得多，却离我们更近，结构更容易看清。科学家研究微类星体，并不是因为它们更壮观，而是因为它们能帮我们拆开那盏巨大探照灯的内部结构。所以，今晚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银河系突然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类星体，更准确、更有意思的真相是，银河系里存在微类星体，它们是黑洞喷流物理的近距离样本。SS433这样的系统正在用接近光速的喷流把能量送进超新星遗迹深处，又用伽马射线告诉我们，宇宙可以在离黑洞很远的地方继续加速粒子。下一次你看到维布望远镜的深空照片，看到前景星星的尖锐光芒，也看到背景星系的模糊轮廓时，可以多停一秒。那些遥远星系里可能藏着真正的类星体，而我们自己的银河系里也有缩小版的黑洞灯塔，正在安静地喷出高能粒子。它们不一定照亮夜空，却照亮了人类理解黑洞的一条路。如果你已经困了，就把声音放低一点。
想象银河系像一片巨大的黑色海面，普通恒星是远处细小的灯，星云是慢慢散开的雾，而 SS433 这样的微类星体是雾中一台悄悄运转的发动机。它的喷流穿过残骸，电子在激波里一次次获得能量，伽马射线从看不见的地方抵达探测器。宇宙没有大声解释自己，只是把信号放在那里，等人类一点点读懂。今晚，我们从一张深空照片出发，走到类星体的发现史，又回到银河系内部的微类星体。真正的类星体属于遥远星系中心，微类星体则把同一套黑洞物理缩小到银河系尺度。关注我，下一期继续用真实科学，把宇宙里最难懂的现象讲成睡前也能听懂的故事。